好，我们今天来玩一下原版德国海军。这次粉丝的要求有点多，我们分别来说一下。首先是给所有敌对国家满加强，然后是游戏的开局必须走这个经济左线。这局的主要目标是造海军打赢同盟国的海军，但是海军不让造小船，我们只能造大船。另一个目标就是结盟，帮校长打赢日本。打赢日本之后，日本的船只能看不能用。陆军方面的话，我们只能走这个幽火学说，然后用小编制来打。最后是作战时间，在41年同时对同盟国和苏联宣战，之前是不能宣战的。我是头一次接这么多要求啊，只能说他这个定制的钱花得太值了。还好我们玩的是德国啊，虽然要求很多，但是没什么问题。因为粉丝的诸多要求，所以我们这次开局得好好设计一下。首先我们要造海军的话，开局10个船坞肯定是不够的，我们得补到40个。然后因为前期要打日本，所以我们前期也不能光造枪，得补一些前期的装备，比如这些轻坦飞机的都得造一点，不然我们上不了日本的岛。关于和校长结盟这方面，我也是研究了一下，如果点国策过去结盟的话，我们要浪费210天啊，所以这边的国策我是不考虑的。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自己把这个轴心国解散了，我们直接加统一战线不就行了。登陆日本岛靠我们开局的几条小船不太现实，虽然 AI 有一定概率会把船给调走给我们一瞬间的登陆机会，但是这个比较难等啊，所以我们最好的办法还是前期点一个伞兵出来，这样的话空降日本还是很简单的。最后是幽火小编制的问题。DLC 刚出的时候，我做了一期偏整活向的幽火教学，粉丝想看我打满加强试试。德国玩幽火的最大劣势是没有理论家，其他都还好，但是我们前期要是能拿日本刷经验的话，那应该也够。这样一来，我们前期的项目就得留给超重型榴弹炮了，毕竟这个是我们的主力输出啊。开局还是老三样，关于这个经济左线我也没怎么研究过，所以我们还是随便种一下，先把民工铺在中部。工厂的话还是以造枪为主，毕竟我们要吞并奥地利得需要很多部队。火炮留一点点，前期主要还是以这个轻坦为主啊，因为我们这个轻坦能精盾日军，用来打日军应该很赚。然后卡车不需要，我们需要一点点战斗机，剩余的飞机也不要了。再来一个运输机用来跳伞的。船只的话快造好的先留着，全部改成一个。下面这几艘大船删了一个布吕歇尔，其他的都留着，毕竟都快造好了。虽然设计的很不靠谱，但我们后续可以改装，还是有很多升级空间的。前期经验先刷起来，这局我们要快速攒经验。家里面的舰队和空军也都训练起来。情报机构的话，前期可以建一个，毕竟要造一下苏联的合作政府。经济点完之后，立刻点莱茵南我们得优先把这个核心圈全部搞完。第一波政治点可以先安排经济改革家，这是左线送的能给我们减法案花费还是很赚的。这次核心圈先整个托特吧，种地。接下来国策还是先修高速公路，然后再改革。很快到了西班牙内战，依然是先改善关系，然后派顾问。派完顾问之后，我们还剩100的政治点数，正好直接开战神经济后面几个顾问随便选，点他们的意义主要就是为了忠于元首这边都忘了切字帽了，赶紧切一下。切完字帽之后，我们可能会比较缺资源，问题不大。目前经验值比较多，先设计一款对付日本用的轻坦。日本前期的穿身是非常低的，所以我们这个改进型的轻坦底盘完全能够精盾那我们就把软攻还有突破拉满6块8的价格，40的突破还可以。主要靠轻坦打架的话，我们就不用造那么多炮了，炮的数量可以少一点，然后枪也少造一点，先把轻坦拉起来。到了年底，托特组织成立了，那我们把托特组织也安排上吧，它能给我们加速度的，挺不错。感觉时间差不多了，把我们编制改一下，主要是先塞轻坦取消掉步兵，然后再来个装甲侦察连，其他的先不管。目前我们轻坦勉强够用吧，感觉10几个厂拉轻坦还是有点太难崩了，先补点军工。到了37年的7月份，日本对中国宣战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正当化了，因为他已经在作战中，所以只需要65天就可以完成。
玩到现在才想起来德奥合并还没点啊，之前兵力一直不够就忘了。这个国策要求我们处于和平才能点，所以得赶紧点了。把仓库里面这波兵一起下了应该就够了。总的来说应该不是很急，我们先派点精锐部队帮校长守一会儿，在这边消耗一下日军的装备啊。我们派的这些部队都是有精盾的，随便守。这边先找意大利要个军通，待会儿把我们部队先放到索马里这边，然后再找日本要一个驻港权，把我们船也调到日本这边来，方便我们最快速度到中国。在这边守到了37年的10月份，感觉差不多可以进站了。我们这个德奥合并应该是不会被终止的。宣战之后，我们部队会被直接弹走啊，希望校长能多撑一会儿。这边直接把阵营解散。解散阵营之后，加入统一战线，他们会接受。这样一来，我们船也不用开回家了，赶紧回来。然后放在埃塞的部队直接到南宁这边，家里面还有一堆杂牌军，也可以拉过来填线啊。优先把这些飞机都飞回来。本来准备直接开总动员的，但是战争支持度不够，得等它涨一会儿，那就先改个人力好了。改人力直接改太亏了，先来个国家服务军队吧，这样的话还能把我们稳定度加回来。之前为了点德奥合并凑的部队就可以先删了，把装备都省出来。飞机飞到之后立刻开始抢制空，我们这个战斗机还是挺多的。德国开局有近500架战术轰炸机，我们全部用来炸地面的话，这个对地伤害可高了，应该能帮校长再多撑一会儿。感觉有点不妙啊，我这部队运到一半直接被劫了。这边给船买点油吧，让他来救一下运输船。这3个师不知道能不能保下来啊，保不下来就直接删了，还能少损失一点装备，看看能保住几艘船。前期潜艇不是很厉害，还是能打一打的。这边直接挑个近的地方上岸吧。哦，这边全保下来了，就是不知道下一波了。这次分开来劫我的部队了。坏了，航母来了，我们直接撤退，这个没法守的。只能说这3个师自求多福吧，感觉这么打下去要出事啊，赶紧跑啊！又来了一支舰队，果然我们跑得不够快就全沉了。这2个师应该是上不了岸了，直接删了。还是沉了一些小船，有点亏。16个师上岸了14个，只能说损失惨重啊。然后前线好像北京也掉了，剩下来的部队不知道能运多少过来啊，不是很敢运了。我们就把这些杂牌军运过来吧，运过来之后给他改一下编制。在我们飞机的帮助下，校长自己就能守住啊。还好这边有个港口，补给还是够用的，我们还可以再打回来。其实我们已经开战了，仍然是能完成德奥合并啊，又刷了一波工厂。目前来说军工已经补够了，我们接下来补一下船坞吧，先把船坞补到40个啊。接下来就是需要技巧的地方了，这些部队直接删。溜了21个师还行，只要我们有24个师就够了。这2个师直接删，直接删，不给对面击沉的机会啊！啊，最后2个师还被逮到了。好，过来15个师够用了，10个师用来做主力，剩下来5个师用来跳伞吧，正好。这边北京也是顺利夺回来，但是我更希望校长溃退啊，溃退到平原这边我好包饺子。但是考虑到待会儿日军自己会登陆送人头，所以也没必要专门在这边做文章。战争支持度差不多够了，直接决议吧。拿5点，然后开总动员啊，这总动员是必须得开的。差不多合作政府也可以造了，支援装备还差一点。刚说差一点支援装备，意大利就送了。
因为前期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导致我玩到38年才发现我这个船造错了，我造的是沙恩霍斯特。虽然我们这局要造的是战巡，但是它不符合我们的要求啊。还好型号差不多，后期是可以改的。我们赶紧设计一款依然是重炮和轻炮混合的配置，用这个袭击舰队能减水面可见度，小亏个2条无所谓，因为41年开战我们能造船的时间还挺多。目前主力师已经改成了7步2轻坦，打日军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们最快的速度一条线打到朝鲜去，然后修个机场。花点时间总算是帮校长拿下了釜山啊！我们也是赶紧开始造机场，打到一半才发现我们伞兵没有研究啊，还好来得及，待会儿就是跳伞日本岛了。只能说校长的部队是真拉垮啊！我们派了装甲师帮他守北京都没守住啊，硬是被顶出来了。现在想要夺回的话也不难，目前日军应该都只能吃满洲国的补给了，所以也没什么实力。内陆的日军随便吃啊，打的实在太专注了，导致很多东西都忘了点了。我们现在连这个步兵大师都没有安排，硬是没有任何 buff 强行推过来了。船坞的话，我本来是准备一口气补到40个，但考虑到我们还要发育啊，就把接下来的造完。我们接着还是要重点民工的，目前时间还早
41年开战，我们可以种到39年底啊。玩了这么久，有点累了，短暂休息一下。视频到这儿，推本少年梦阅读的行月历史乐子文 CK 模拟缔造行月野史，主角奎恩获得历史模拟器，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论文，准备穿越到不列颠，而他想要穿越的就是亚瑟王的一生。可当穿越开始后，却发现这不列颠怎么和历史书上写的不一样。此时的不列颠战场上有一人成军的骑士，暗处有无比强大的魔术师，王子王女为争夺王位而相互征战，乱成一团。日后的亚瑟王现在却是一名吃货金发呆毛王，名叫阿尔托利亚，还在接受梅林的调教。这下主角奎恩悟了，他穿越穿歪了，来到了行月历史中的不列颠，于是他奎恩也不当人了。正所谓国王轮流坐，明年到我家，谁说亚瑟王这位置就只能呆毛王来当？最终靠着金手指的帮助，奎恩坐上了王位，顺便还统一了欧洲，做回自己。然而等主角奎恩回到现实世界，本以为会亡于二世的不列颠帝国居然也一样来到了现实世界。原以为是代因，没想到是给整出了一个神圣不列颠永续帝国。最后，如果这些看的还不够满足，那少年梦阅读还有其他更多的魔幻历史小说、非人奇幻、游戏同人等多种题材可供选择来看。接下来我们就是消灭残敌，准备登陆了。釜山这边也没吃到多少日军部队，看一下日军现在还有近100多个师，也就损失了47万人。理论上我们甚至可以把船开过来直接登陆啊，毕竟他这边没什么舰队抢制海的，但我们还是跳伞比较保险。就在我们吃饺子的时候，日军在厦门完成了登陆。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救，也可以不救。不救的话，日军就会把家里面留守的部队全部派出来，这样更方便我们快速落日了。所以我们先不管这些，再把编制改一下，这就是我们前期步坦师的终极编制了。实在绷不住了，我们这个部队有金盾有堑壕，就是顶不住日军的进攻啊！他也没有飞机。就一直在这边磨组织度是吧？完全不要补给的，主要也是校长太拉了。他要是能把这个沿线全都守住的话，我能省不少事。现在来看，沿线都要丢了呀。这些滞留在伪满的日军部队还是有点实力的，我们把主力师调回去给他打一打，歼灭一部分，防守轻松一点。伞兵总算是研究好了，这边改个编制啊，这4个师直接转伞兵。为了跳伞成功率大一点，我们把伞兵给它改大一点。伞兵先在这边训练，不得不说这个满加强的日本还是挺能挣扎的。他这个满洲国的部队，我吃了好几波了，没想到还有这么多啊，感觉跟吃不完一样。为了增大成功率，我们尽量把部队都调到港口去。这边不用防守了，没必要了。一没注意，我们这个空军经验也满了。不过这局不怎么玩空军，所以不是很可惜。在这边集结了10几个师吧，我们跳伞一下。直接家里面就没人啊，这随便跑了已经。希望上岸的部队不要被劫啊，被劫就尴尬了。满加强日军家里面已经没人了。
总算在38年底，我们进入了期盼已久的吃地环节啊！这局也是因为散兵研究晚了，导致耽误了点时间。还好，总的来说问题不大。日本的地，我是想把这些有船坞的地都吃走啊，这样的话我们也能多点船坞。这个地吃的比较奇怪啊，不知道 AI 是怎么想的，反正我只要把日本吃到手就够了，剩下来舰队就随便吃一吃。突然有点后悔没造合作政府了。目前我们这个顺从度是0啊，吃到的场虽然很多，但得慢慢涨才有。这局还是玩的有点太休闲了，很多地方做的很粗糙啊，我们连这个飞机都没有设计。还好离开战时间还有2年啊，剩下来2年时间我们慢慢调整吧。抢过来的这一支日本舰队我们也不能用，只能放在家里面参观啊。这些舰队还都损坏了，我还要帮他修，亏麻了。